欢迎回来，今天又是另外一个小乌龟的测评的影片，当然就是我们的2025年 Albarian DC。个人是非常喜欢黑牛的，那我也经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 Albarian 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旗舰的水准。现在这颗 DC 加入了之后呢，就有3颗，一颗是离沙的系统，另外一颗是微雾的，然后加上这颗 DC。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颗的实力吧。好，现在马上开箱。保证书、说明书、爆炸图。那我们看一看哦。那这也是 Albarian 的第一颗 DC 的机种，在官方的介绍里面呢，它对应的是玩一些中等偏轻的加2，然后让它做到随意的中近距离的精准的抛投。OK， 注意是中等偏轻的，不是微雾，不是 BFS。看一下机身外观，它和黑牛其实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啊，只有手把这边的颜色，然后呢，这边很明显可以看出来 DC 的刹车单元，其他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样的。当然了，你仔细看的话，还有 MGL4， 它这个线杯是一个鼓形的，就是说线杯的中间它是稍微有点凸起的。我们来卷动一下看一下哦，先把鞋力调紧。很舒服、很轻快的卷感，它没有那种特别像安达那样特别绵密的感觉，它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很平顺、很舒适的、很轻盈的卷感，加上它整体机身的重量是很 OK 的，所以呢，非常轻巧的感觉啊，包括手持，它的整体的大小、尺寸非常舒服，是那种非常典型的轻型泛用小乌龟的感觉。当然了，它也配备了出现警报声。好，那我这边稍微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基本参数。2025款 Albarian DC， 我手上这一颗呢是31XG 左手超高速版本，齿比 8.9:1， 回线速度84公分每圈，卸力4公斤，自重150克，手把长度80mm， 配备了一颗30×19小口径窄杯的 MGL4 线杯，配备了 IDC5电子刹车系统，线容量碳线 Mono 8磅100公尺，10磅80公尺，12磅65公尺，P1 线1号185公尺，1.5号120公尺，2号90公尺。培林配置10+1，日本制造，日本官网标价59800日元，现在的店头价大约是46000日元。所以呢，小口径线杯其实它回线就比较慢。所以呢，这一颗是没有配备慢速的，我相信应该是没有配备慢速啊。好，它只有 HG 和 XG 2款。我们先直入主题的小乌龟最重要的核心部位——刹车和线杯。我们先看一下刹车，这边有个 Open， 把它打开，然后转一下，捏住线杯，这就是它的 DC 单元。DC 的线杯呢，它很难做得太轻啊。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它重量。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它的这个 DC 的控制啊。那它现在 DC 呢，可以看到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操作，它把所有的操作都移到了外面。这是第2台这样子的配置的机器。那第1台呢，是我之前做过影片的24 Metanium DC， 那一台我就说它那个方便的程度，然后它可玩性就会多很多。那这一台呢，它又做了一个概念上的简化和清晰化。那原来呢，它应该是线的种类，应该是 P1 线 P 档，然后碳线 F 档，然后 N 档尼龙 ，OK，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表示的方法。那很多人就会其实会有一些 confuse。特别是一些新手啊，那他现在就很清楚啊，他直接改成了 H 就是高档位，M 就是 medium， 然后 L light，
哦，这样子就非常非常清晰了，就不用去考虑任何的问题，就说高中轻，然后上面5档，也就是说最轻的，比如说 L1，这个就是它的最低的、最轻的刹车，然后 L2、L3、L4、L5，然后呢就到了 M1、OK，M1、M2、M3、M4、M5，然后到了 H1、2、3、4、5，就这样子排列，非常的简单直接。它这概念的简化，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 nice 的。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线杯拿起来非常的重手。首先，拿起来非常重手，我去找一个东西来测量一下。14.2、14.1。Shimano， 你是认真的吗？一颗30mm 的小口径14克，当然了，它是一颗 DC 的线杯啊，所以它有很多无法去除的一些部分，就以它目前 DC 系统设计，它没有办法去除的一些非常沉重的一些部分。但是呢，作为参考，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颗是 CTSV，OK， 30mm。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颗 CTSV 30mm 的重量，9.2 ，OK， 9.2，我个人觉得已经有一点点重了，所以14克，我看看这一颗 Alphas 800，哦，这一颗 32mm， 口径更大了，这一颗还是浅杯 ，OK。12.7 32mm 12.7， 所以14克我实话说，我个人感觉我对于这个重量我感觉有一点不好。顺便称一下这个侧盖 DC 单元 OK 27.4， 所以呢它 DC 单元加上线杯就已经占了几乎1/3的重量，所以呢14克我感觉其实不是特别好啊。还有一个问题，对这一颗线杯，我个人觉得呢有一点点深哦，这颗线杯如果能再做浅一点就好了。很多人说你凭什么？你又不是 Shimano， 你又不是专家。但是我用过非常多卷线器，这个让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哦。如果是我的话，我下意识的我会觉得需要做浅一点点，因为 Shimano 它很少有副厂的线杯啊，所以呢，这个也许会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比如说 CTSV 的，我不满意它9克嘛，我不满意它这个太深了，那我有很多副厂的选择，但这个就没有 ，OK， 所以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啊。那它这个深杯呢，它就存在一个有点尴尬的一个限量问题。我个人觉得它这个限量就有一点不上不下的感觉，我觉得它如果再浅一点就好了。它再浅一点，我干脆就上那个 P1 线了嘛。然后它这样子一个深度呢，它上 P1 线我上的太多，那它1号上满185公尺，又有点多，只能上一半了，会比较合适啊，就接近100公尺吧。那这个线杯的启动也会有问题，加上我刚刚为什么感觉不好，就是说它太重了。太重的话，如果你玩一些偏轻的路亚的时候，它启动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然后你细的 P1 线，你对应很轻的饵嘛，然后它这么重的一个线杯，它的启动会不会有问题呢？它偏轻的那边呢，我觉得会存疑，这是我感觉啊。OK， 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直接就出去试一下。可以看到今天风是比较大的，这边是逆风的方向，然后大风的天气也正好试一下这个 DC 的性能。然后今天杆子卡雷多战斗羚羊和这一颗会是一个不错的搭配哦。然后10磅的碳线，先从碳线试起，等一下会试 P1 线，这边大概是8成的满度，大约有60公尺的样子，我没有去仔细去数它。OK， 这是个大约的数字。这一颗它的擅长的点也不是远投啊，所以呢，
60公尺应该是一个足够的掉线。从这个8克的小米诺开始，那我们现在刹车开到最大 ，H 微调开到5，H5，我们来试一下哦。OK， 抛的不是特别远啊，大概10公尺这样子，就这样轻轻的单手这样侧抛，大概10公尺这样子。用力一点抛之后，它也没有提升很大的射程，大约也是大概10公尺左右。这个就是它最大的刹车了，当然。OK， 我没有调急刹，急刹是出厂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零调整的状态。哦，不需要手指，当然这是顺风啊。现在关到 M， 然后3 ，OK， 就是说从完全满的关到完全的中间的状态 ，M 档，然后3，试一下哦。它这个距离让我觉得还是蛮意外的，因为我原来觉得这个 IDC 5它的那个控制会不会太强了一点？但是它这个距离我觉得还 OK 啊，这样子大概这8克的米诺，在顺风的状况下，这样子抛一下也出去大概有27到30，我觉得还是 OK 的。它这一颗标榜的是一些轻的小耳的、比较精细的做调、比较精准的打点、中近距离 ，OK。所以呢，试一下 pitch。OK， 所以说它这个 IDC 5的控制还是稍微比较松一点。我个人觉得弹道它没有给我特别深的印象，就特别低弹道那种感觉。试一下4。4我感觉还接近3一点了，不过这完全是个人感觉的问题。OK， 像这种稍微用一点点力的这种远投，这是刚刚那下草的，还有点浮线埋在里面，我整理一下。像这种就是稍微用一点点力的这种远投，不能说远投，中距离抛投，我觉得是很舒适的。然后它的噪声、卷感啊，各方面都在一个很舒适的范围。然后现在 M4 没有一点的浮现，调到2吧 ，M2， 再丢丢看。这个距离是很 OK 的，我个人觉得。OK， 2和4之间的 gap 没有这么明显。就是说我感觉它这个档位之间，也可能是今天风向不稳了，但是它档位之间的那个 gap， 有一些档好像大一点，有些好像小一点的感觉。就是说我是觉得，如果它，因为它这个不是无极的，它是有极的，如果它能做成那种无极的，或者它那个这边这个段位要多一点就好了。当然它5档的话，你调的会更简单。现在还是 M2， 试一下逆风这边，今天风是蛮大的。试下逆风，逆风马上就有这个浮现了，在抛投的初段就已经出浮现了。然后这种状况下，很多人问我调不调急刹，我个人不调。即使这样子吵了，我也不会去调急刹，我会把这边调大一点。如果你觉得调急刹效果好的话，你就调急刹，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不行的。当然，急刹的问题就是你在风力好、风向好的时候，你要调回去的话。你要一定的距离，你要调回去的话，有点难度就是了。所以我个人不希望弄得这么麻烦，所以我不会调急刹。现在风真的蛮大，调到 Max M5 ，OK 了。这还是刚刚的浮线，没有清理干净。刚刚那个炒的还蛮深的，炒到线杯底了。因为我这个线不多啊，
3、4、5、6、7、8、9、81、2、3，83圈，8乘8 64，大概有50公尺以上是肯定有的。OK， 所以现在 M5，然后这一颗不是特别好丢，然后这种不是特别稳定的这种逆风，风还比较大的状况是可以的。就没有浮现，5没有浮现，试一下4。4开始有一点点，所以说这一颗大概这样子的逆风状况下开到 M4这样子那大约也是它这一颗的中间的感觉，试一下3嘛，3我觉得加一点指控应该逆风也 OK， 试一下 ，OK， 3是 OK 的，就逆风状况下还出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距离。其实跟顺风丢的没有太大差别，没有差太远，不是没有太大差别，没有差太远，大概也能丢出去大约27、8公尺这样子OK， 然后这是它中位的刹车，个人觉得还 OK 比较合适我来讲一下这个 New IDC5吧，我现在这样用下来首先第一点，它和现行版本的旗舰的4×8可以说是有很明显的代差的，不管是它的控制的细腻度，然后控制的力度，它控制力度会比较大一点，然后细腻度会比较小一点，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颗粒感。OK， 抛投的时候控制那个颗粒感。然后呢，还是说圆度 ，OK， 当然啦，圆度有它的原因这一颗卷是小口径，然后对应的是小耳，但是呢，圆度、控制力、细腻度这些都没有办法和旗舰4×8比。我个人觉得差距 IDC5 和4×8差距蛮大。然后呢，它接近 DCXT 那颗 IDC5。好，注意了，这一颗是 New IDC5，那一颗是 IDC5。这一颗有没有提升？我个人觉得有。它对应这种小的、偏小的明显是更加轻快的。但是呢，差距就没有这么大。你可以感觉出来，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大、特别大的差距，不像 IDC5 和4×8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一颗我个人觉得确实明显，我会感觉对比 DCXT 是一个明显的上位机的感觉，所有的质感包括这颗你会觉得它更加轻巧。我搭配这个羚羊，顺便说一下，搭配羚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感150克。然后你会觉得比 DCXT 要轻不少，但是它的远度，我只能说它做到一个不错的远度但是呢，这把羚羊我有搭配过 CTSV， 有搭配过 DCXT，OK， 我都有搭配过。但是呢，我可以说很明显的，如果你要追求远度的话 ，DC 和 CTSV 是很难竞争的。因为很多人关心 CTSV 和这一颗抱歉，所以我多讲一讲，一开始就说一下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是按照它这一颗的设计的初心来用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完全符合 Shimano 官方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这种比较轻的轻型泛用，然后中近距离打点随意的抛投，然后不管是逆风还是顺风。它不像 Shimano 其他离沙的系统，它会有更小的调整，然后会更加的简单易用。这个东西对一些人来说其实不是这么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有人会觉得很重要，特别是像我这样，我有传调。那传调有时候这个风会比较大，然后风向什么，你抛的那种状况会比较多变。这种时候你在大风的天气里面，你会很想要用 DC 4克 4.2 左右的米诺，试一下它的下限，一样的刹车 M3，完全中间档位，试一下，丢到哪里去？完全可以4.3、4.2克的米诺完全可以也可以丢出一个不错的距离接近20，也是27公尺左右吧。
26、27的样子。它的延伸感，我个人觉得比 DCXT 要好了。哦，然后它抛小耳的性能，因为它变成 MGL4和降了那个线杯口径之后，它有明显的提升，我个人觉得有明显提升。很轻松的抛头啊，搭配羚羊。哦，喜欢。OK， 试下 M2。又丢远了2-3公尺啊，所以它基本上它每一档的差距就是这种轻耳的话，就是2-3公尺、2-3公尺这样，每一档的差距，远度的差距啊，哇，真的超轻松的，超舒服啊，丢的。又小咯，3.5克左右的 ，OK， 然后还是这样子啊 ，M2 试一下，哦，有浮现，可以丢啊，距离很 OK， 距离也有20公尺以上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下线，还是要比较好丢了。这个米诺还算比较好丢了，基本上是下线。然后它线杯你会明显感觉有点重，然后带不起来，初速带不起来，所以呢它那个弹道会变高，所以我觉得它这一颗真的会很高，所以我觉得它这一颗可能就如果你只是这样抛的话，就稍微用一点力啦。稍微用一点力这样子抛啊，对于这一颗来说，中远距离抛投的话，3.5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做那种技术性的抛投的话，这个重量就不行。个人觉得这个重量很难做到。这个重量如果要用这种 pitch 是什么状况呢？是 small rubber jig，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轻型的那种德州，很轻很轻啊，当然铅是非常轻的。然后非常轻的 free rig 之类这种东西，主要是 small rubber jig， 然后很小的一些 jig head， 不多，但是会有。这种状况下这一颗就控制力就差了，但是 DCXT 也做不到。但是这一颗这种荡抛可以做到5克左右，都是还是比较舒适、比较精准，然后弹道都是比较好控制的，初速启动还是 OK 的。Spinnerbait 14克，现在还是 M3，试一下哦。哇，它这个卷线器啊，就是说排除杆子的因素的话，它这个卷线器的那个感度各方面、传导各方面还是很不错。就是说它整体这个品质、这个质感真的很好。现在14克的状况下，它线杯没有让我觉得超转啊或者怎么样的状况。它这个是一颗30mm 的线杯，我个人觉得是对我来说印象已经比较深刻了。然后14克多呢。首先它线杯非常稳定啊，你没有感觉到有特别难以承受那种感觉，就超转啊、超负荷的那种感觉没有。就说排除 DC 的声音的话，它这个线杯是很安静的。Sakamata，加了插铅。抱歉，因为它这个头下面这边爆掉，所以呢我反过来勾。但是没有关系啊，不影响抛投。这颗因为加插铅，它大约现在重量是已经大概18克，18点几啊。没有任何问题，特别是尾段。但是呢，初段的时候，那个急加速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点负载比较高的感觉。线杯，整体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个人觉得跟这个线杯的这个重量真的有关系。这个是一个重的线杯，重的线杯是双刃剑，一方面会对小耳的启动会有比较不好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在玩这种大一点、重一点的时候呢，它承载的能力又更加好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主要是它那个震动啊，各方面那个负载、高负载的状况下，它那种稳定性的一个来源，就是说它线杯的重量。根据你整个线组、整个组合搭配的关系啊。我不会用它来丢超过20克，所以上限我会定在20克，就可抛的上限，然后可以抛的下限3.5，刚刚那个3.5，maybe 3克，如果你那个饵是比较好抛的话，像我那个整个实心的那种米诺好抛的话，所以3.5到20、21这样子，这是可抛的范围，
然后舒适的范围，我个人觉得舒适的范围从5克，大概从5克到12克之间，5到12克。然后最 sweet 的点，9克、10克，试一下这个9克的 110 Junior。哦。OK， 差不多是这个范围了。然后5克到12克之间是可以整体发挥它的性能的哦，因为你绕不开这种近距离的打点、中近距离的技术性的哦，这是它的设计的初心，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绕过这一点。所以为什么有一个5克到12克，在这个范围里面，你可以随意的、任意的去使用它，哦，随心所欲。这一颗其实整体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你就不要再想它能丢多远这个事情，它不是圆头型的，但是呢，它在用大概这个9克、10克这个范围的时候，它还蛮能飞的，哦，飞蛮远的。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最 sweet 这个点上面用这一颗的话，它整体线杯、整体这个抛投的远度、性能表现，甚至会比 CT 要好一点。但是呢，其他的状况，抱歉了，其他状况它特别是远度和这个速度啊、饵的出速啊，还有弹道的控制的范围，就是说最佳的饵重的范围，都比不过 CTSV。毕竟它是一个很重的线杯，然后毕竟它是一个 DC， 所以呢，有一点非常关键的事情，我在室外就在这边讲，有一点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它会比较挑线和线的种类、线的量上多少，我个人觉得会直接影响到它你在用某一个克重的时候，这一颗卷的性能。换句话说，就是它的面很窄。如果你想让它的这个 sweet 的点往上移一点，或者往下移一点，行不行？可以，但是你就需要去调整你的线。你的主轴如果是9克、10克的饵的话，哦，这样子一套刚刚好，非常舒服。但稍微降一点或者稍微深一点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就差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一颗，你考虑是经常玩某一种啊，比方说我就玩这个110 Junior。哦，我就这样配，完美。你玩的如果是一个主轴是7克的话呢，你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线组需要一些调整，比如说减到8磅，比如说同样是10磅，但是降低一点点线量，然后减到8磅线之后呢，你再降一点，8磅线上到大概也是这么满，那可能也只有60-70公尺这样子的量，哦，不要太满。我只是打个比方 ，OK， 我没有去试，我只打比方，我可能会那样子去尝试去做改动。或者我可能会考虑换 P1 线，就7克的。如果你的主轴是12克，首先如果你主轴12克的话，这一颗它的优势不明显，因为有 DCXT， 然后 Metanium DC， 我之前也做过影片 ，Metanium DC 它也可以 handle 12克的，哦，这一颗优势就没有这么明显。但是如果你是要主轴12克，要用这一颗玩的话，线的满度再加一点，或者是你上12磅的碳线全碳上满，或者是比如说1.2号的 P1 线。然后呢，如果你想玩到比如说3.5克，首先3.5克，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主轴3.5克的话，你可以用Albarian BFS 或者是黑康嘛，哦，那个才是更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一颗主轴，你要玩3.5克 DC BFS Why not， 对不对？那你可能会要去上0.8号的 P1 线，是需要去做线的调整。这一点对于这颗来说，我个人觉得是蛮重要的。P1 线1号，然后差不多的满度啊，试一下。前导是12磅，还是 M3 中间档。哦。我换成 P1 线之后呢，它的整体抛投性能的感觉呢，各方面，在这个克重上面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距离我个人觉得还好像短了一点点。
OK， 那我看一下 P1 线能不能够降低一点刹车哦，然后让它能够更远一点。先降1档吧 ，M2 试一下。OK， 哦 ，P1 线它刹车可以降一点哦。M1 还是比较稳定的哦。现在是 M1， 然后它的远度已经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和刚才那个碳线的10档用力抛是持平的，因为 P1 线啊又调小，我不敢特别用力啊。哦，但是现在距离就算是持平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浮线啊，控制非常好。所以 P1 线的状况下，让我觉得它可以下探刹车，然后可以试一些更轻的7克米诺，然后现在是 L5， 试一下 L 档。哦，我觉得舒服多了。刚碳线的时候没有办法开到 L 档，但是现在 P1 线可以。哦，但是 P1 线如果开这么小刹车的，我个人觉得它就不可以太过用力抛啊。哦，你用力抛很容易会喷掉。但是对于这种小耳的话、轻耳的话，个人觉得用更小号数的 P1 线，它的这个抛投的性能更轻松，然后更远一点啦。它这个线杯，我个人觉得还是下线的那个极限啊，还是有点不够的。就它真的不是一个偏小耳的一颗卷，哦，不是那种偏实际意义上小耳的那种卷。所以来来去去还是 M3， 你就可以用力这样子抛。但是 M3 呢，你得到了稳定性，但是距离出不来，就轻的距离出不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那个9克10克是最 sweet 的点？因为9克10克那个距离可以出来，然后你可以全力的抛投，然后海水，我个人不觉得它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你要玩 light game 的话。CTSV 会是更稳定，然后距离会稍微能再出去一点哦，在稳定的前提下的距离啊，因为你不稳定的话，你拼距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这颗大力丢，能不能丢到40公尺、50公尺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抛3次就喷掉，那样子是没有意义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换上 P1 线之后呢，它就会变成它启动更快了，明显会感觉更轻快一点。所以呢。偏轻一点的它那个弹道会更容易压制，哦，出速更快，弹道更容易压低。就是说，如果是那种近距离为主的话 ，P1 线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它远投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那个尾段的那个惯性又不够所以呢，它其实延伸感是没有碳线这么好的。然后直接就带来就是说距离稍微差一点，我个人觉得远投的距离还稍微比碳线要差一点。除非你是丢铁板，然后丢那种10克以下小型铁板，然后丢那种0.6号、0.8号线的时候，这种状况下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 P1 线会是更好的选择。然后 P1 线的时候呢，你可以更去探低一点点刹车，前提是你轻轻的抛。碳线呢是适合稍微大力一点抛，就是安全，会感觉明显的安全感会高很多。所以说不同的种类，它那个调整其实差蛮远。实话说的话，首先各位 S 粉，抱歉了，对于这颗我个人是抱有一点点疑问，有一点 confuse， 同时会有一点点的，说客气一点就是微妙的感觉。那这一点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说。先说一下我对它的整体的使用感。那就像我刚刚测试的那样子，我个人觉得它在一个搭配非常好的状况下，它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使用的体验的。个人觉得它完完全全是这颗 SLX DCXT。完完全全是它的上位机。那 DCXT 可以做的事情呢 ，Albaran DC 它都可以做到，并且在所有的维度上 ，Albaran 都可以做得更好。在小耳上面，这一颗都会稍微更优一点。个人觉得它舒适的范围会在下降2克，是有个明显的下降。然后上限是类似的，
得益于它的 MGL4 的新的设计，然后它比较重的线杯啊，双刃剑，在高转速的时候的稳定性，抛稍微重一点的饵的时候的稳定性会稍微好一点点。那所以呢 Albarian DC 呢是现在现存的 Shimano 最轻的，能用到最轻的 DC 无疑。实际抛投的性能差距有没有？有，但是呢没有这么巨大。OK， 也就是说 DCXT 还是有它这个存在的价值，因为它是便宜的一半的机器啊。然后我想讲一讲我的刚才一开始总结这个矛盾的一个点，那其实也是一直以来 Shimano 的 DC 面临的一个问题啊。Shimano 极少做小口径的 DC， 它是有原因的。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小口径和 DC 之间的冲突，因为 DC 的线杯是非常重的。如果我们要真正要玩小饵的时候呢，需要一颗相对来说比较轻的线杯，才能够在抛小饵的时候它有良好的启动性能。如果它没有拿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去解决它这个线杯重量的问题，或者没有更好的新的这种 DC 的控制的方案的话呢，那其实这个是一个物理的极限，是很难去突破的。那 Shimano 是大约在00几年的时候呢，他出过一次，尝试过一次50的 DC 骨卷，没有很成功。那一颗推出之后就没有再推出过轻型的 DC。在去年这一颗还没有公布，远还没有公布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的愿望，我希望出 Albarian MGL， 更新新版的 Albarian MGL。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事情，有非常多人，不只是我，在期待这个事情。但是呢 Shimano 没有做 MGL， 然后有点违背常识的推出了 DC。 那在测试之后果然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Again， 它有它舒服的点，还有它使用的场所，它非常发光发热的场所。但是呢除此之外，我想问 Shimano， 为什么 Shimano 你要出一颗这样子的 DC？ 其实我在它公布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的点。首先我第一个失望的点就是说，为什么是 IDC5 的控制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Shimano 你能做到吗？你原来那颗 BFS 的 DC 没有很成功，那你现在再一次出 DC 你可以做到吗？那你是很信任 MGL4 的性能，还是很信任你的新的 New IDC5 的系统呢？那其实我用下来就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它是30mm 的线杯，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整体的那个使用的区间呢，其实和类似像 Alpha 800S 32mm， 还有这个 DCXT OK 33，好，其实是和这些机种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推出30mm 呢？就是说你真的是很想出 DC 哦，那你又怕 DC 它那个启动有问题，然后就做小了口径。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合理的，就它的那个思路，它的逻辑可能是这样子。那好，你要做一颗，你非要做一颗 DC，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那他现在可以做到了。但是呢，他做的比他们好吗？没有特别好。他可以做的事情他们也可以做，是一个非常接近的使用的区间呢。那你这个 DC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一颗由于它的口径的限制，口径的极限的限制，它又不能够做到非常真的是极度大的范围的泛用。像比如说 Steez 24 Steez SV TW， 它可以丢到28克也可以啊， 32.5mm 你丢不到。然后24 Steez 它可以丢5克，也可以 pitch， 对不对？那当然了，你说它是 DC 嘛，所以它做不到。那你为什么要做 DC？ 就是你不管怎么样想，你都会进入这个循环里面，然后最后的提出的问题都会是为什么要做 DC？ 那你出 DC 呢？你为什么要做30mm？ 你为什么不做32mm？ 那可能Shimano就会说，哦，因为我这边有一颗33呢，我不想做一颗类似的，或者说做一颗32的，我想做一颗再小一点的，让你看上去好像它可以玩 BFS 一样。会不会是这样的想法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
如果我想玩9克为核心的假耳的话，5克到9克吧，不要9克为核心，5克到9克吧，很舒服的玩的话，我有好多的选择。你这个小口径的 DC， 你极限的抛投距离受到了压制，受到限制，你抛小耳的性能受到了压制。就是说你要用一颗看起来像是很轻型的卷，看起来像是一个 BFS 的卷，然后去做一些轻泛用的事情，比 BFS 要高一档重一档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一个矛盾的点啊。像我们游戏公司，如果我们产品一个游戏要立项的话，要开很多次那种立项的会议，然后要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方案拿出来，然后呢会接受非常多的质问。那这一刻我不知道他在立案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回复他这些质问的。大家不要介意啊，我可能吐槽的比较多啊，在最后因为我实在忍不住，因为实话说，我这个结尾是在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了，已经是使用了好几天之后了做的一个总结。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想过很多稍微温柔一点的讲解的方案，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我心里面的疑问实在太多了我也希望大家去讨论一下，指教一下，说这一颗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就是有很不舒服的点在它就是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的好，这么的泛用。那还有最后这个致命的点我之前还其实不想说这个点，因为已经有人说我是在黑 Shimano 了 OK， 但是大家如果看我影片就知道，我 Shimano 好的东西我会一直在用的 OK， 在我这里我只相信好用的东西 OK， 只相信好的产品。所以呢我想最后还是要讲一讲吧，就是说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巨大的存在，就是 CTSV。 同样的 30mm 你没有办法错过。当然了，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很明确的明白 OK， 这颗是 DC。 虽然我非常明白这一点，但是我想说很抱歉你 DC 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稳定性吗？ CTSV 也是有稳定性啊。之前的 Albarian 16的，这颗是19之前16的 Albarian， 我个人觉得它的那个抛投的那个感觉，尾段的延伸感、远度、抛投的那种体感 SVS 离沙的都是优于Daiwa的感觉的但是你变成 DC 之后呢，那抱歉Daiwa的感觉还是更好一点在低于10克的R里面，任何低于10克的R里面，这颗都是明显更优的。只有一个例外的状况，就是10克以上。Albarian 在接近10克的时候，个人觉得它的稳定性各方面才会显示出开始和 CTSV 持平或者更好。但是它在10克以下的时候，越接近下限，它会越优秀。所以说10克以下，它有一个几乎是无法战胜的对手抱歉了。OK， 所以如果你对 Shimano 没有这么执着的话，如果你的心里面的设想，你的梦想是玩小的5克左右，又没有到微物范围的话呢，我强烈建议是 CTSV 19年的卷，但是仍然比它优秀，不管是 P1 线还是碳线 OK。 那如果你对 S 加有执着的话，然后你一定要玩轻泛用的话，我个人的推荐还是老款的 Albarian。 Shimano 在偏轻泛用的选择，中等以上档次的机型其实选择非常非常少。我真想再问一下 Shimano 一次，就是说为什么要出 DC， 为什么不出离心力刹车？你如果出离心力刹车的话，前面所有的问题，这一颗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就不用逼着我们一遍一遍的在想这一颗啊，对不对？真的是意难平。那我想也只有在 Shimano 真正的推出 Albarian 新的离沙系统的 MGL 4机型之后，我们用家的心情才能够得到平复